法国为什么能躺平？好日子快到头，中俄一文一武直击其后花园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严树军，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。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：法国为何总能躺平？好日子快到头，中俄一文一武直击其后花园。在法国呢，罢工游行几乎是最平常的一件事儿。在2018年，为反抗燃油价格上涨，法国掀起了黄马甲运动。现在，法国宣布新的退休改革方案，将最低法定年龄从60岁推迟到64岁，瞬间掀起了持续几个月的大规模罢工示威游行。说实话呀，法国这样规模的罢工游行还持续这么久，换成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可能会崩溃。但法国却依然坚挺，为何法国总能躺平？我们经常看到的国际新闻是，法国在美国面前如何忍气吞声，如法更是成为网络热梗。但是法国在非洲却是另一副面孔。法国作为西非地区的前殖民宗主国，一直将该地区当作其传统势力范围。法国财政部每年仅从非洲就能直接榨取5000亿美元的利润，这就是法国还能维持高福利的根源。虽然西非都已经进行了独立战争，但仔细看又好像没有独立。包括几内亚、贝宁、刚果、喀麦隆等国独立后，仍然陷入了常年的动乱甚至战争当中，政局和经济仍然是一塌糊涂。在政治、经济等方面，仍然还处于法国的全方位控制之下。这些国家官方语言是法语，货币也是非洲法郎，连政治制度也都和法国一样。以前的血腥暴力殖民换成更隐晦的新殖民模式。他们通过对原殖民地国家发展援助、驻军、货币等政策，换另一种形式继续控制这些非洲国家，继续剥削吸血。就比如说货币政策，法国在殖民地推行通用货币非洲法郎，由2家央行负责发行，决定权在法国人手上。非洲法郎区国家必须把自己的国家货币都存到法国中央银行，要取还需要法国人批准。法国就是利用这种货币政策继续控制这些国家的金融命脉，而且法国国民也能在这些非洲享受超国民待遇。法国商品可以自由流通，不需要加关税，还享受贸易特惠权，并且还能用低于国际价格进口原材料。此外，还有军事控制，法国在这些国家有驻军，并多次进行军事干预。西非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，按理说应该可以过上好日子，但是却一直陷入动乱内斗，经济更是一塌糊涂。造成这样的乱局的正是这些原宗主国。正如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经说过一句话：如果没有非洲，法国将沦为第3世界国家。所以说呀，法国这种高福利社会就是建立在剥削之上，这就是为什么法国能躺着享受高福利的原因。但这种躺平还能持续多久呢？近几年呢，西非地区去法国化愈发强烈，西非地区反法情绪不断攀升，经常有民众游行，要求法国驻军滚出去。法里算是去法国化的带头人。从2020年开始，经历2次军事政变后，法里和法国关系持续恶化。2022年，法国宣布撤除驻军，接着还有布基纳法索、几内亚比绍等国家也接连政变，并伴随着当地反法浪潮。还有最近一个典型的例子，就是前不久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非洲多国，马克龙又抱着高高在上的宗主国态度干涉别国内政，遭到刚果金总统当面回怼。法国需要尊重非洲，放弃专横的大家长态度。法兰西已经成为过去，这种态度直观地展现了当前非洲部分地区对前殖民国家的心态转变。而这些国家去新殖民的浪潮，除了法国影响力下降、民族觉醒，
还有中国和俄罗斯的因素。在俄乌冲突中，被广为报道的俄罗斯瓦格纳集团一直是俄罗斯海外行动的急先锋。之前法国从马里撤军之后，瓦格纳集团就迅速接管了这些一流的基地，马里国内局势也迅速稳定下来。法国在西非反恐成效一直很低，而俄罗斯瓦格纳军事力量以尖刀式插入，成为非洲多国军人集团里的理想合作伙伴。而中国则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影响着非洲国家。正如前不久西非地区贝宁总统塔隆在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，直接驳斥西方一贯的对华抹黑话术。他强调，中国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，证明一个国家可以从无到有发展，并成为一种力量。中国自力更生和善治激励所有落后国家。这些年，中国一直在加大对非洲基础设施的投资，用平等的、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合作模式，促进非洲国家发展。正是中俄这种一文一武的模式，成为拉丁美洲、东盟、中东、非洲等地区反对霸权的底气。好，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